大家好，我是埃及南希，很久没讲过埃及文化了。接着全面战争法老上线，来给大家讲讲古埃及的神话和历史。没玩过这个游戏也没关系，因为游戏背景的青铜时代晚期是古埃及历史上冲突最激烈的时期，外族的入侵、内部的斗争，还有经济上的变革，都很有戏剧性。先来看看预告片吧。开头是两个屎壳郎抢坟球，应该是预示着一场争端要开始了。屎壳郎就是古埃及的圣甲虫，太阳神的化身。其实古埃及人看待动物和今天我们看待动物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圣甲虫推着圆圆的坟球，被认为和太阳神推着太阳是一样的。还有苍蝇，现代人觉得很脏，但是古埃及的将领士兵最喜欢的就是苍蝇，因为苍蝇总是嗡嗡嗡，赶也赶不走，所以在古埃及象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法老会给战场上表现勇猛的战士送上黄金做的苍蝇项链或者雕刻，在很多战士的墓葬里都发现了苍蝇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主角登场，拉米西斯。先来看看他的装扮吧，看他的这个帽子，战斗蓝管。以前讲过，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。其实在新王国时期已经有金属贴片的头盔了，但是法老为了装逼，为了歌舞时期，一般战场上还是会戴这种蓝管，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材质。蓝色在古埃及是完全的象征，埃及蓝最早能追溯到将近5000年前，是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的颜色，4000年都不会掉色，但是制作方式已经失传了，所以不要再说古埃及的文物是伪造了。这个蓝色现代人都做不出来。再看看拉米西斯的衣服，前面这两个翅膀太经典了，大家绝对见过了，在 Michael Jackson 的 Remember the Time MV 里，大家应该很想看我评价这个 MV 吧。首先3连一下哟，这个造型很多法老都有同样的，是法老守护神赫鲁斯用身体包围保护法老，爪子上拿的是神符，象征保卫永恒的保护，所以法老在战场上穿这个是很讲究的。这个神符看着是不是很像汪明圈呢？对的，就是汪明圈演变的。这身盔甲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和里面的盔甲颜色不一样，因为银是镀金的，里面的盔甲是青铜的。青铜在当时还比较珍贵，一般的士兵不会佩戴。他腰上锁饰上的名字能看出来，他就是拉米西斯3世。还有他这种发型是王室才会留的斜辫，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留。我上次带大家有看过年幼时期的拉米西斯2世，也是这个造型。大家看看，这个是拉米西斯2世的雕像，看看他的手和头发，证明是他小时候。那拉米西3世和拉米西斯2世是什么关系呢？其实不是父子关系，推测是有一些血缘关系。拉米西3世非常崇拜拉尔，想让自己像拉尔一样伟大，所以给自己取名拉萨尔。我们现在看看官方的试玩视频，这些士兵的装扮还是很还原的。以前讲刺客信条的时候说过，古埃及的士兵都是光膀子穿凉鞋的，这里还原了。你看弓箭手的三角弓几乎和人的高度是一致的，这个也是很符合现实的。古埃及人平均身高只有1.6米，当时的三角弓和复合弓的高度甚至有1.7米以上的。但是在战车上使用的弓箭会短很多，为了方便操作，弓的材质一般是金和黄木，在这个游戏的地图经常会出现这个树。弓箭手在当时的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青铜时代的末期，士兵还没有装备重型的护甲，所以弓箭手的杀伤力很大。这里的地形还原也不错，和埃及一模一样。一些植物现在在埃及也能看到。游戏界面的顶部是带翅膀的太阳圆盘，
一般在神庙或是浮雕的顶部，象征胜利。因为荷鲁斯神就变成了这个形象，然后战成了赛特神，放在这个位置是很正确的。Before we do, let's explore a traditional Egyptian pastime, building impressive things. Looks like our workforce is idling away in the blistering sun. 这里可以使用劳工做建筑。当时的劳工大部分是拉米西斯三世在战场上俘虏的入侵者，一部分做劳工，一部分做了雇佣兵。在游戏背景时期，古埃及的经济情况已经没有雇佣大量本地人的资金了，本地工人经常罢工喊口号，我们在饿肚子。有记载的人类第一次罢工就在拉米西斯三世执政时期，因为当时埃及经历了几次反抗入侵和远征，再加上由于拉三对众神的虔诚，把1/3的土地都献给了神庙，其实就是被祭司掌握了。国家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通货膨胀非常严重。但是再穷不能穷神明，奇观还是要造的，神庙祭祀都不能落下。有记载，拉三给太阳神拉一共献了2588168束花。说一下哟，我评价一个游戏只看里面古埃及元素，关于怎么玩或是攻略不会设计，因为我是游戏白痴。再来看看地图吧，这个 team 呢是真实的地点，而且确实是古埃及青铜的主要来源地。这里有非常大的铜矿，埃及人在这里生产青铜的历史有4000多年，现在也是重要的考古地点。这个游戏在地名上面做的挺好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叫 Abjo， 现在叫 Abydos。玩原神的肯定知道，原神里的死神步道就是叫 Abjo Road。游戏里说获得的这个地方能获得奥西里斯的祭拜中心，对的，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就埋葬在这里。这里也是早期法老的埋葬地点。还有一个叫 Kerkorois 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古埃及的军事据点，图坦卡蒙的军队就从这里出发，远征努比亚。最重要的是这个 Nekhen 在古埃及的叫法，现在叫希拉孔波里斯，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神城，也是埃及神话的诞生地，象征上下埃及统一的纳尔迈考斯板就在这里发现的。这个游戏在地图上面做的非常考究，几乎都是古埃及真实的地名，就连当时尼罗河的6个入海口都复原了。这里还出现了古埃及的神明，说可以同时供奉2位神明。是的，古埃及是多神崇拜的，光有名字的神就有2000多位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主神。游戏里出现的几位神明也是在古埃及最重要的几位，虽然是9个，但是请注意哦，并不是救赎神，形象实际的还是很符合的，只是这个普塔神后面的建筑物怎么多了一层，应该是4层啊。接得住象征奥西里斯的脊椎，有时候上面插一个安卡，会看起来像是5层。不知道设计师是不是被插有安卡的接得住误导了。画面里经常出现一些星星，这些星星的形状是不是很奇怪啊？其实这种形状的星星经常出现在陵墓或是神庙顶部。古埃及认为星星也是有灵魂的。进到游戏后还有一段剧情，我觉得做的比预告片还要好。神庙的建筑非常合理，法老应该就是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。公牛的服装和假发，还有鸵鸟毛做的扇子，这些细节都很考究。这个法老是美伦普塔，上个月有带过大家去看过他的一个石碑。这个柱子是拉米西斯2世的儿子美伦普塔的。他这里的老人形象是因为美伦普塔上位时已经60岁，没办法，他爹太能活了，也是因为拉尔活得太久了，所以美伦普塔才有机会做法老。前面2位继承子都被熬死了。他这里吃的水果，大家肯定以为是葡萄，但是我觉得更像埃及的青叶枣。他这里说我是美伦普塔，
然后他又看了一眼这个神像，改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就是普他神。埃及法老的名字里一般都会包含神的名字，比如拉米西斯、图坦卡蒙。片子里还出现了不同种族的入侵者。根据背景，这些是海上的民族。海上民族到底是什么民族？为什么入侵埃及？一直是有争议的，还没有确定。根据古埃及人的记载，这些入侵者分为9种，包括维西人、皮勒塞特人、希腊的大男人，还有埃及的老朋友利比亚人。当时和埃及结成同盟的赫梯帝国就被他们摧毁的。拉米西斯3世战胜了他们，并且砍下了他们的12659只手，12859个包皮。所以游戏里美伦普塔对拉萨说的话完全符合历史的。用埃及敌人的鲜血浸润自己的连行刀。这个游戏里一些台词，大家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每一句话都有来源，并不是随便说的。我们再来看看埃及派系的这4位角色吧：拉萨、塞提、陶斯瑞特、阿门麦西斯。其实历史上他们4位都做过法老，只不过阿门麦西斯是因为篡夺的，所以被真正的继承者塞提2世抹除了。你看游戏里标记的塞提是继承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陶斯瑞特是19王朝最后一位法老，塞提2世死后，由他的儿子西普塔上台，但是当时西普塔只有10岁，因为他的母亲不是王室血统，继母陶斯瑞特就利用了这点，宣称自己是统领国家的君主，其实就是垂帘听政。西普塔不到20就去世了，陶斯瑞特就顺利当上法老。历史上关于陶斯瑞特的记载非常少，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造什么奇观吧。我发现了，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把时间设置了在公元前1203年之前，接下来的发展就是靠自己去完成。我也稍微看了一下另外2个派系的角色，迦南派系和赫梯派系。说实话，我对这2个文化没什么发言权。哦，对了，游戏里的塞提就娶了一位来自迦南地的妃子。这2个派系的服装是一点都没看懂，因为在古埃及，这2个派系的形象就是那种短手短脚的，或者用绳子穿起来的形象。总结一下吧，这个游戏在文化、历史、神话、服装、环境上面都复原得非常好，我几乎没有看出来什么缺点，和刺客信条属于一个档次了。经常会在一些细节上给我个惊喜，但是游戏我就不玩了，太烧脑了。大家要是对埃及文化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下载来玩玩。其实这个游戏能讲的太多了，但是时间有限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